如果从所有的棋谱中挑一盘名局，让观赏程度和对攻细节拉到满分的话，那非这盘棋莫属。它来自19年的碧桂园杯，当时持红方的是蜀山少侠郑惟桐，持黑方的是外星人王天一。不仅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拔尖的人物，而且下这盘棋的时候已经是决赛中的决赛了。当时老王的战绩是2负1胜，所以说这盘棋的规则是和棋红胜。究竟老王能不能杀出重围呢？咱们且看这盘精彩的旷世神局。所以这盘棋应该说相对能比较激烈，是吧？也比较好看。中炮对屏风吧。咱们呀还是依照惯例，把腕大的放在下边，方便了解他的行棋思路啊。这盘精彩的旷世名局是由郑特持红先走，以当头炮开局。黑方跳马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出车，黑方跳了一个曲头屏风马，红方也没客气，挑了一个兵3进1。双方互挺一兵，红方跳边马，黑方拱边卒，制住你边马的同时，给自己的大出车留下了可能性。当时红方拉横车，黑方实施自己的计划。咱们此时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说你黑方刚刚开局连续拱了2步边卒，让红方的兵一步冲了起来，不是说你黑方亏了一招棋吗？按照步子上说啊，确实是黑方亏了一招棋。但是此时咱们看一眼这个黑车，一步棋就杀到了对方的棋和线，位置那是相当的不错啊，所以说亏一招棋那也算可以。当时红方平车站肋，问题可就交给了黑方，说我的车已经在你的棋和线了，我顺道吃掉你一个兵行不行啊？其实这步棋呢是一个经典的布局陷阱，这位红方来说那是相当的开心啊，直接把炮平开。无论你黑方这步棋走什么棋，红方都会走一步向3进5。咱们此时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，黑方的车在对方的河口线就待不住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往后退一步。咱们看一眼这个边马呀，本来人家就是往上跳了一脚，而还有一个兵跟这堵着呢。黑方的车成为了一个清障车，把他的这个马给走活了，而且自己的车是一子多动啊，所以当前盘面红方优势无疑。当时在现场，老王利用自己的布局特性，走了一步炮8进4。很显然，这步棋一走，身为红方来说，你无法撼动黑方的8路炮啊！你上马盘河肯定是不行啊，棋和车可跟这摆着呢。所以说8路炮显得是相当的安全。当时郑特一琢磨，既然您老爷子8路炮出去打工了，3路马肯定是弱点呀，所以直接点车下2路骚扰黑方的阵营。当时黑方愣是不理这个事儿，直接选择了一步平炮，瞄住你的边马。红方平炮，很显然这步炮一平，瞄住了黑方的3路线，随时准备拱兵反击了。问题再次交给了黑方，说你当我的车是空气吗？你敢拱兵反击吗？我就跟你杠了，我拱一步边卒，等着你拱兵反击，看看你是敢走还是不敢走呢？那红方可真往前拱兵啊，黑方没得说，你敢拱兵，我只能接受你的挑战。此时红方有一个妙手平炮，问题再次交给了黑方，你离开自己的3路线肯定不合适啊，3路线直接就受攻了，所以说硬着头皮也得把你的炮给杀掉。此时红方飞象，咱们就会发现黑车活生生的被打死了，所以当前盘面红方大优无疑。当老王有了以上的想法，我现在的3路线是有问题的，所以赶紧把3路马跑路再说吧。红方平车一捉是不依不饶。咱们此时看一眼这个2路马，前进无路啊，马2进3不行，白让人给踩了，那我跳旮旯也太憋屈了吧。咱们此时就会发现黑方简直是未雨绸缪啊，直接炮击边马。假如你红方把我的炮给收拾掉，我黑方继续上马踩兵，肯定捞得一个实惠，所以红方自然不乐意，直接把马给你换掉。黑方沉了一个底炮，底线可就有了一丝攻势。当时红方一琢磨，和棋算我赢，我跟你玩什么命啊？所以直接把车退回去防守。黑方把炮拉回来，红方此时退了一步炮。当时老王就急眼了，现在我这个车啊是杀兵的最后一个机会了，
待会儿你象3进5一补，我还甭吃你了，所以赶紧把你的兵给杀掉再说。红方象3进5一补，那么黑方平车站肋，红方是不依不饶，选择了一步拱兵。很显然，身为黑方来说，你给他撞了不合适啊，自己的底线就漏风了。所以黑方进车捉炮，让你红方把炮打出来。当时黑方选择了一步拱卒，活通自己的马路。身为红方来说，还有问题没解决呢，你的车老瞄着我的底势，我也受不了啊，所以赶紧平炮解决自己的阵型弱点。当时黑方选择了一步象7进5，补后自己的中路，简直是一招两用的好棋。首先给自己的卒生了一个根，而且这边先手捉着你的炮呢。红方把炮闪开，此时黑方上马，红方补士先手捉车，问题再次交给了黑方。那搁一般人会怎么想啊？开局的炮大，残期的马大，我退车过来捉炮不是挺好的吗？可别忘了这盘棋的规则是和棋红胜啊！红方肯定想都不想，直接把马一敲。当黑方杀过来以后，红方还有一个妙手，可以直接选择一步进车，以后马上就要套后炮了，黑方你怎么办呢？现在黑方最厉害的招，无非是进车塞住你的象腰，随时准备以后渡卒过河。红方不依不饶，直接一套炮，你黑方过一个卒，那也无济于事啊。红方直接就给你换掉了，双方避免不了一场大换血呀。黑方此时把炮一杀，那么红方一吃，黑方再继续一杀，此时红方再把卒给你飞掉。很显然，黑方你以后最多一个象，想赢棋那肯定是万难呀。所以这盘棋肯定是红方占优势。那在这里露脸，您这个待1分钟跟赵老师在这里，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棋迷以及这个直播间棋迷的最大的福利啊。对，该黑方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双方开始斗起了心眼子。我先把局给退回来，不给你简化局面，正好呢也给你一个当上。身为红方来说，你还敢不敢进车？以后准备强行套炮简化局面呢？由于黑马的存在，你这步进车就不行了。咱们来演变一下啊。如果现在红方强行进车，那么黑方就会选择一步上马，你再套炮肯定就来不及了。此时黑方上马，这边不仅踩着你的车，而且卧槽将军肯定受不了啊。你红方来不及吃掉这个炮，没辙，只能把车闪开。此时黑方卧槽一将军只能出老将，再继续把炮一平。问题可交给了红方，这边不仅杀着你的炮，而且这个空投炮太厉害了。红方不想丢子儿，没办法，只能退车，强行看住自己的炮。那么黑方进车捉马，很显然这个马是闪不开的，闪开直接前车后炮将军绝杀了。所以这么走的话，黑方已经是胜势了。当前盘面肯定会有人说，人家红方又不傻，凭什么直接套后炮啊？先走一步兵5进1，不让你上马卧槽，待会儿我再踏踏实实的套一个后炮，那多舒服呀。其实当前盘面，身为黑方来说，可有一个惊天大妙手，直接上马踩车。你红方的车没办法，人家踩着你呢，你必须得动我呀。红方进车捉马，那么黑方强行摆一个中炮，咱们此时就会发现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车现在杀底士将军铁门栓绝杀，所以红方没办法，只能强行把中炮给踩掉，自己的车可就不保了呀。黑方顺势往上一杀，现在身为红方来说，这个马还不能乱吃，你拿车杀肯定是不行啊。人家黑方进车一捉马，这个马可就不保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把马踩回来。很显然，一句话二，对于红方来说肯定是血亏的，但是问题远远没有结束。此时黑方把车往起一提，很显然棋盘的左侧红方就有了顾忌，所以当前盘面黑方大优无疑。当时两个人在现场相视一笑，咱俩呀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互相演什么聊斋呀？您就给我歇着吧，直接把炮往后一退，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呢。黑方也把车往起一提，把自己的阵营走的那是结结实实。看似风平浪静的两步棋，其实背后波涛汹涌啊。红方半天了，车还没出来呢，赶紧把车给拉起来。黑方平车捉炮，红方把炮闪开，黑方进车强行保住了自己的卒。此时红方上马，意图是想跟你黑方过来换炮。
当时黑方一看，好像又有便宜啊，直接平炮打车。红方把车闪开，依然平车捉一下炮。红方把炮闪开，继续平炮打车。红方把车闪开，还是平炮打车。那现在问题肯定出现了，为什么你红方这么怂啊？不是说和棋红胜吗？你直接把炮平一波，双方是一个换棋，不就完事了吗？其实这步棋根本就不行。此时此刻，身为黑方来说，正好有一个妙招，往前冲一步卒。咱们此时就可以发现，不仅黑方的双炮都有根了，而且车也升上根了。咱们再反观红方呢，不仅现在马丢着，炮还丢着，所以这么走的话，红方丢子了，所以根本就不行。红方唯一的办法只能闪车呀。再打3打了，那又来这里呢？跟刚才抽一下时间嘛，再打也可以。对，不是刚才那位置是不是有点不同？一样。在炮在这个位置，我现在再打还能还原了啊！我现在再打，对他还是不能炮9平，是吧？啊，对。然后打到这里有什么区别呢？当时红方看穿了老王的想法，我把车闪开，那也就是了，不理你还不行吗？当时黑方平炮一打，红方闪开，继续平炮一打。当时郑特有点不高兴了，你的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，怎么还试探我呢？你还在这儿装苏妲己呢吧？当时红方闪炮，黑方平炮一打，红方继续一闪，老这么打肯定不行啊，长捉违例了。所以此时黑方进了一步炮，红方退炮一打，终于轮到我捉你了吧？当时黑方继续进了一步炮，问题反而交给了红方。这步棋身为红方来说，你可千万别乱走啊！比如说我把车退回来，防守一步怎么样呢？就给了黑方一步进卒的机会。很显然这个卒呢，拿象是吃不掉的。当时平炮一将车，车可立马就丢，所以说这个象可飞不起来呀。那这个马跑在哪儿呢？很显然是前进无路，没办法呀，只能往后一退。黑方继续往前冲一步卒。无论这步棋你红方走什么棋，黑方将继续往下冲卒，很显然就把红方的阵型冲的是破烂不堪呀。当前盘面黑方优势啊，真的是不得不说呀，郑特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大局观，走出了当前盘面唯一的正招，车2平1，大丈夫能伸能屈，走的那是相当的漂亮。当时黑方沉了一个底炮，看看底线有没有一丝攻势呢。此时红方进炮，调整自己的阵型，意图是想跟你黑方换炮。你如果跟我换了呢，我的马往回一踩，你的底炮可就待不住了。当时黑方硬着头皮退了一步炮，红方平炮把你的马给瞄住。当时黑方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就跟你对攻吧，直接平炮 C 象摇。红方把自己的车给拉回来，赶紧准备平车防守。此时黑方再把炮拉回来，瞄住你红方的中象。此时红方平车捉炮。现在来到一个本局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当时全场人都认为黑方你肯定会把这个炮给平开，那么红方会怎么走呢？直接把马给你敲掉，那么黑方肯定杀过来，红方再继续把炮给你换掉。当你黑方把马吃掉以后，咱们此时看一眼盘面，双方的大子完全一样，黑方你拿什么赢棋啊？所以和棋也就算红胜了。就在这紧关接要的时候，万万没想到啊，老王当着所有人的面走出了石破天惊的一手棋，直接炮击中象一将军，全场懵逼啊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老王你为什么要弃子儿呢？身为红方来说也是没办法，你打掉我一个中象，我肯定得踩回来。此时黑方平炮，意图很明显，准备以后沉车再沉炮，底线可就有攻势了。此时此刻，如果红方足够冷静的话，应该走一招什么呢？赶紧退一步马。这步退马啥意思啊？打死不让你沉底炮，那黑方肯定急眼了。我都弃给你一个炮吃了，你再不让我沉底炮，那我哪干呀？所以肯定得进车捉马。此时红方再上马，还是踩着炮呢。黑方再是把炮换了，肯定不干呀，所以只能沉一个底炮。红方继续退马。咱们此时看这个马呀，非常的灵活。跳了几脚以后，跳到了自己的视角，不仅这边踩着你的车，而且还给自己的底象升了一个根。象棋有这么一句话，叫指马当象。我的马不动弹了，我就当一个象使了。所以说自己的阵型相当的稳固。
如果走成当前盘面，红方优势无疑。肯定要抓。那抓肯定是要炮是平一，炮是平一吧，应该是。炮是平一，炮是平一。炮是平一。炮是平一。哎呦。哇，是的，这没办法了，石破天惊的一手棋啊！这输了，对，合了也是输了，对吧？所以这躲炮，一吃到这想不到，一般的，这不起想不到啊！这炮打中下，就是拼命的招了，拼命了啊！当时郑特那是相当的开心啊！我现在盘面上已经多一个大子了，只要我守住你底线的攻势，再想和棋，那不是手拿把攥吗？直接平炮挡住你的车，那也就是了。当时黑方上马是不依不饶，这步棋啥意思啊？待会儿准备把你的中马给踩掉，你要是给我飞了呢，我沉底一将军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8路炮给吃掉。那红方自然不乐意，你跟我闹什么幺蛾子呀？直接平车先手捉炮。当黑方平炮的一瞬间，红方选择了一步拱兵。这步兵一拱，问题可交给了黑方，能不能把你这个兵给杀掉啊？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现在黑方把兵一吃，那么红方上马，这边先手踩炮必须得管呀，黑方没办法，只能退炮，那么红方平炮打车。咱们此时就可以发现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，红方底线的威胁完美的被化解了，你黑方的车还得闪开，不仅底线没有攻势了，而且反而受到了红方的反击，所以当前盘面红方大优无疑呀。当时老王是真狠呀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说啥我也给你玩命了，直接把车往前一点，是不依不饶啊。当时红方一看，你这个破马还跟这闹妖，直接进炮一打。当时黑方是真狠，直接把中马一踩。当红方飞掉以后，黑方进卒过河。很显然现在象飞不起来呀，底线可叫着闷弓呢，所以半天了自己的车还没出来，先把车闪出来再说。当时老王选择了一步进车，先手捉你的兵。很显然这个兵是闪不开的。咱们做一个假设啊，比如说这个兵往下一冲，那么黑方沉炮一将军，没辙你只能落象了，再继续把车往过一闪。这边不仅杀着底象，而且还杀着你的兵呢，所以你红方没办法，只能平炮强行扛住。自己的兵不是还是丢了吗？不如先平一步炮，防守一步再说了。当红方想到这儿，万事的基业就差这一哆嗦了，我千万不能手软呀，这个兵气给你吃了，直接选择了一步平炮。咱们此时为黑方想一下，直接把这个兵杀掉行不行啊？假如说现在黑方直接把兵一杀，那么红方也会直接把卒给杀掉。说你不怕黑方底线闷弓的威胁吗？当黑方把你的车吃掉以后，你敢不敢飞掉这个车呢？当时红方硬着头皮也得飞掉你的车啊，那么黑方沉炮一将军，你只能把炮给填上，那你的炮不就白丢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当黑方吃掉炮的一瞬间，红方正好有一个妙手，可以退车强行给你拉住。现在黑方相当的痛苦，自己的车拉不起来怎么办呀？眼睁睁的看见人家落象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比如说现在黑方吃士，那么红方落象，自己的炮就白丢了，别说赢棋了，这盘棋那还输了呢。当时老王走的那是相当的霸气呀，直接沉炮一将军，问题交给了红方。如果你要是电炮的话，你的炮就当象使了，是一个死炮，所以红方自然不乐意，先把象落回来再说吧。黑方顺势再把兵一杀，很显然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你红方任何的攻势都没有了，红方那是相当的生气啊。现在应该走啥呀？应该选择把炮闪开，看看你黑方怎么走，我再伺机而动。当时红方确实生气了，他走了一步平炮打车，这招棋可能是算一个漏招，导致自己的中兵失手了。当时黑方选择了一步平车，中兵保不住了呀。如果红方想强行保住自己的中兵，你只能选择把炮给拆开，用车保住自己的中兵。但是黑方平车捉双，这手棋可受不了啊，所以中兵是万万保不住了。走什么呢？先把自己的车给拉起来，
现在自己双层防守，看看能不能守得住呢？当时黑方不依不饶，直接把兵一杀，那么红方平车站位，黑方踏踏实实补了一个士，红方还了一个中炮，黑方往下冲了一步卒，红方出老将，黑方把车往过一平，让黑方把老将抄起来肯定不是好事啊，所以红方赶紧进老将，黑方往里边平了一步卒，打了一个漂亮的先手。现在拱着车呢怎么办呢？红车没办法，只能离开内道，你竖着走肯定不行啊。比如说退一步，那么黑方直接把中炮一杀，白丢一个大中炮肯定受不了，所以说这个车无奈只能离开内线。当时红方为了保住自己的中炮，没办法呀，只能把自己的车给拆开，黑方就开启了自己一套丝滑的连招，直接沉车一将军，红方没办法，只能落士，再继续炮击底士。很显然你蒯了肯定是不行啊，人家杀士一将军直接就给杀碎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上老将，黑方再继续退炮，先手打车，你的中炮只能踏踏实实给我当炮架子，毕竟这边连着老将呢，所以红方没办法，只能退车，黑方顺势往下一冲，活生生的把炮给拱死了，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目的，主要的目的是控制你红方的老将。当时红方确实有点着急了，赶紧退车过来给你换炮吧。黑方走的也是相当的简练，直接把炮一杀。当红方杀炮的一瞬间，黑方再继续把底士一杀，行棋至此，红方投子认负。咱们看看红方为什么要认输呢？现在黑方有两种进攻手段。第一种进攻手段呢，就是车点一将，当你电车以后继续杀底象。很显然这种进攻手段呢，可以白吃一个象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缺士怕双车，你连一个士都没有了，人家拱炮将军肯定也受不了啊。所以说现在红方当务之急只能先把炮给跑路，但是跑了也是不行啊，人家继续平车一照将，自己的炮还是守不住，不如认输，那也就认输了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希望您给我点一关注，以后您就可以看到我更多的视频了，非常感谢您。实在不行再金一炮一打，然后再兵拱中炮。哎呀，就把炮吃了，就把士吃了，这。看他这么想，有可能再走炮4进1啊，赵老师。然后再卒六平五一拐，炮是退3嘛，是吧？对，对，退炮，对啊，退炮，这怎么走都赢，怎么走都赢啊，对，是吧？这都是有构思。现在该红的走也不行了，对，该你红的走也输了，对，啊，直接吃了，那直接吃炮。那一将军呢？将军兵拱中炮。他一吃在车炮退了不就输了吗？那还能走？没有，车炮退2就下来。哎呦，为什么不将军呢？将的电车啊，电车我卒6平5啊，他舔掉我车炮退啊，不舔掉你先下车。哦，先杀车，对呀，先下车，这也赢了啊。不过也行，主要是有点反复，对，就有点感觉最后一将拱炮，一将也最快，舔了先杀车，先杀车再抽车。啊，这他一看怎么都赢了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这守不住呢，这盘棋实在是太精彩了，是太精彩了。这个王天一这个炮8平5啊，这步棋气炮打象啊，这步棋只是说呢，就是在这样的积分形势下采取的一种战略啊，但是证明是这个气场比较强大，对，有炮8平5，对吧，赵老师？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好。大家的这个热情度现在非常高涨啊，那我们肯定这个棋要休息一会儿啊。